Hello，大家好，我是小米，为大家带来新一期的文明六不可能系列了。我们来继续朝鲜的飞天啊，上一期打到了74T啊，然后就上一期最后的一点点小问题，再跟大家讨论一下啊。有小伙伴说这个大科的问题哈，就是我之前古典抢的第一个大科是西帕啊，然后效果是给图书馆加2科技值啊，然后其实小伙伴们分析呢，觉得张衡其实会更好，因为当时我们正在跑数学嘛，它可以直接把我们的数学烧掉，而这个图书馆加2科技呢，对于我们后尾盘的时候，这个科技的因为尾盘的时候朝鲜动辄几千的瓶子哈，这个加的这一点点科技值的稀释度比较大啊，就不是特别的划算。这是这里哈，那这里稍微的说一下我的理解哈，首先张衡很强，我承认啊，然后这个因为我不知道尾盘是什么样的啊，那个赫尔不同，我之前打的基本上都是前面的节奏哈，尾盘我这也是录视频的时候第一次打，然后呢，我不知道到时候这个图书馆所谓的稀释能稀释成什么样啊，但是西帕我的理解是一种情怀啊，玩过原版的都知道，能抢西帕不抢西帕感觉很咸鱼啊，所以我觉得就抢了西帕。而且这个加2科技值啊，在我们前期瓶子不是很高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啊，就可能没有这个直接把数学跑完的作用那么大，因为数学的整个的这个瓶子数量比较高嘛。这样一对比的话，好像不是很划算哈，但是各有各的理解，我当时就这样选了哈，这是这个事情。那然后呢，在上一期结束之后呢，我稍微做了一点点规划哈，就做了一点点啊，做的也不是特别多吧，就直接规划到了最尾盘的时候的样子啊。首先我们每一个城啊，一共8城啊，1城、2城、3城、4城、5城、6城、7城、8城，每一城都必须有的区域，一是工业区，2是为了凑工业的相邻加成配套的3个区域啊，这个运河。这个水渠啊，就是现在叫做蓄水池啊，然后就是机场，这3个是为了给工业凑相邻加成的哈，然后商港是为了补上路的，这个东西就都靠后面看节奏来出了，不一定全出，商港不一定全出啊，但是工业区的一套我应该是会出齐的，因为后面的比较缺锤子啊，然后就是每个城必须要有一个航天宇航中心啊，这我们之前也说了啊。什么说忘了啊？就是之后我们尾盘的节奏是怎么样？朝鲜尾盘的节奏是，如果没说我就再说一遍啊。如果说了就再听我说一遍啊。然后就是朝鲜尾盘的节奏是8个城一起去做这个飞天的项目。我们飞天要求啊，前几个项目都无所谓啊，就靠着主城就完全可以了。发射卫星、登月、火星殖民啊、外星际探索这4个项目啊，都可以靠一个很高生产力的城市完成，这都没问题。但是探索50光年的这个必须是要我们8个城一起吹啊。8城一起锤可以做到3T 啊，应该就可以把火箭发出去啊，把这个科技胜利完成啊，就是尾盘大概是这样一个节奏，所以每一个城都必须有这个宇航中心啊，这是这里。然后呢，就是每个城啊，你如果不锤港口的话，你要给这个城补一个军营啊，我有的城规划，有的城没有规划啊。这个军营的目的是因为我们要最后走到这个一体化太空竞赛里边解锁一张卡，一体化空间机构啊。如果一座城有军事学院或码头啊，为太空竞赛加15%的建造速度，或者是军事区啊，或者是这个港口啊，这2个2选其一，起到最终的这个建筑哈。但是要注意的是呢，港口的这个建筑它是消耗电的啊，你如果电比较紧张的起这个军事学院也可以啊。这2个各有一物劣吧，港口加点粮食啊，是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就是区域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分配啊。那在说区域规划的时候呢，这里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关于运河的这个放置的机制啊。运河的这个本体的这个描述，这里我觉得描述的不是特别的清楚啊。这个我个人觉得怎么理解会比较好一点哈。首先你最好造运河的方式要不就是它连着2块水域啊。什么样的东西叫连2块水域呢？比如说，我这个运河的规划的位置就是连着当然这是连着，假如首都这里也是一块水哈，这种就是连接2块水域哈，这一般是运河的一个建造方式啊。所以你要连接的呢，必须是2个不相连的水域啊。所以你说这种比如说咱不看首都这种我这样连接了2块水域算不算啊？这也就不算这你起不到运河的目的，你这不就是引了个流吗是这样的。那第二种呢，就是把这个一块水域的水引到你的首都里你就可以这样的
理解啊。所以如果你这个首都已经相邻这个水域了，比如说我的首都放在这个商业区的这个位置啊，这个运河就造不了，因为你的首都已经临水了哈，就不能做到把一个水域的水引到首都里哈，所以这个运河就不行啊。这是运河造的2种规则啊。那与水渠不同的是呢，这个它算的是水域啊，也就是湖或者是海，也就是占单元格的这个水啊，河是不算的哈。这我还特意去群里请教了这个大家们啊，我才了解关于运河的这些说法啊。这就是运河。然后再说一下关于这个后面的一些奇观的规划啊，主要就是一些常见的飞天奇观我们就不说了啊，像吉尔瓦这些我就不说了。之前也说过啊，那我这里就说一些之前啊在原版不会锤的或者是原版没有的奇观。第一个天坛啊，天坛的特点是给国内的所有的商路的区域加成啊翻倍啊。我之后的这个所有的商路是打算拉内商的不走外商，一是因为我们这盘没有一些给这个商路加成的好的城邦啊，二是因为呢我这个我感觉和而不同里给商路的加成的这个内商的加成的卡呀，我个人觉得比较强烈啊。到最后我们可以每一条内商加的加成数量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这边有老马的配合再加上配合这个鲁尔啊，这个鲁尔现在原版应该是没有的，我真没注意啊，原版有没有这句话啊？这里现在的这个鲁尔写的是通往此城的国内商路加5生产力啊，所以我之后呢打算把这个老马就直接调到这个城让这个所有的商路都拉到这个城市里来给这个又加粮又加锤，对吧？再配合上一些政策卡后期这个内商的粮锤是比较爆炸的，但是就会相应的缺一少平勤啊，缺些平勤啊，这是代价。这是这里啊，那这个所以这个天坛不错，然后就是这个啊，这个原版中狗都不锤除非你想全机关啊。那在这个赫尔布同里，它这个得到了极大的加强这里建成时可以获得2个开拓者所以呢，这个铺城的节奏我打算的是现在2城，我之后起4个移民我们已经起了2个了，一个2个，这再锤一个，一会儿首都再补一个啊。即便掉2个人口，我觉得为了节奏的话是可以接受的啊。然后这一个移民先去做这儿一个移民先去做这儿，然后这里出的移民呢，这个城不是很好先做最好最后做这个城。原因是什么呢？原因一是因为它离这个奇观近二是因为它这个城没有什么奢侈只是我不想把这个地再圈得太远了。其实这边的这个奢侈数量更多但是太远了，走过去很费劲我就打算就近最后一个城就在这儿了。然后这边再出的城可能再往上走是这么一个考量然后所以这个奇观可能是用来我补最后一批移民的第2批移民我是补4个以凑6城，然后最后一批再补2个然后这是这里最后的其他的奇观像是什么这些我都不说了大本钟这些墨西哥都知道三峡大坝是一个新的奇观这个东西主要是可以给我们全国的每一个城市提供额外的3点电力这个对于飞天还是蛮重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锤然后就是这个大报恩寺大报恩寺的就是一是给大量的奢侈二是建成的时候可以在市中心送一位大科这个在我们后面有一些大科不好抢的话拿它补一手还是可以的然后旁边这个也是比萨斜塔，这是建成时送一个大弓并且它比较强的是可以所有城市的总伟人累计速度加 25%， 这个肯定是越早出越赚这就是这些然后如果一些能加政策曹位的这个奇观能抢到的话就更好了比如说这2个弓这2个弓2弓能抢到就抢到这边这个我打算这个城的奇观数量已经很多了所以这里可能不在这儿锤在这边锤是一个这样的想法好，这边就说完了浪费了一点点时间但我觉得把节奏说清楚是更重要的然后我们这一阶段的任务就是看大金竟然还在但是他们已经开始敲了，我不知道能不能抢到尽力而为吧，因为我这走过去要的 T 数很久
但好消息呢是我有一个这个大弓啊，这个大弓其实最开始的时候烧一个陵墓可能也不错啊，因为陵墓能加使用次数嘛，但是这个大弓一次的这个锤子数有点低啊，所以陵墓我们后边补也行啊，这个大弓刚好一次110锤嘛，这个大金是220锤啊，这个2次肯定能烧出来，并且会有溢出的，因为我们这个有正体以及正体没有了哈，因为我们有这个城邦的加成啊，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好，然后还有6T 哈，就进中世纪了啊。我们下一回合，这一把争取打到100T 吧啊，但后面肯定会后面的 T 数打的会越来越慢的啊。然后我也稍微去网上看了一下大神打这个荷尔不同啊的朝鲜大概是什么一个盘数啊，就是 T 数啊，基本都是130多 T 结束哈。然后我就突然翻到 BA 昨天110出头的老马，把老马去了，这个老秦就飞了啊，太吓人了啊！我给自己定个小目标，大概150T 吧啊，我做不到大神这么强啊，130T 就飞啊，130T 我这个 T 数这个数值肯定是不行啊。我自己想我都不行，现在教育还没走呢，教育得77才出啊。我这边有一个村子，教育77才出，那化学就更晚了，所以肯定不行。但我觉得，可以去力争一个150T 啊，150T。这边啊补一个开拓啊，卡是不是挂着？挂着呢啊，正好趁着这张殖民卡啊。这边马军对于我们万胡图来说加成不是很大，但是能触发这个机械的鼓舞还不错啊，因为机械要3个弓箭手我们没有啊，就烧了啊。咋的了，城邦？就威胁我？有好多奢侈啊，奢侈还是得买啊，因为后面的这个宜居会不够的啊。当我们人口涨上来的时候，宜居会不够的。我们先买3个吧。然后看一眼，现在是13还可以啊。现在可以做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其实是可以买一个大亨的啊。在我们赫尔不同的这个行业与公司的这个模式里，把这个原版的这个行业与公司这个模式进行了一个大改啊。在哪里啊？在这儿啊，原版是这个开公司，我记得是烧大商的啊，在赫尔不同里额外加了几个单位，一个叫做大亨啊，是用来做行业的，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呀？还有一个叫做投资人啊，好像是啊，投资人啊是用来创立公司的，这2个是设成单独的单位了。我们现在其实可以搞一个大亨，大亨除了可以创建行业以外，还有什么用呢？还可以修路啊，它可以修像我们军事工程师一样修路。然后但是它只有1点的使用次数啊，修路不占次数啊，就是造一个行业，或者呢，它还能做什么？它还能造一个叫做火车站的一个改良啊。这个火车站还是挺有意思的，啊。这个火车站，首先我们是有一个尤里卡，应该是啊，有个尤里卡是要建造2个火车站的，所以这个火车站是必造的啊。内燃机的尤里卡建造2个火车站啊，所以后面我们看看怎么样的出一个大亨啊。但是大亨如果靠买的话，价格比较贵啊，大亨有点贵，但我们现在铺城的时候是比较需要钱的时候，因为新城落地的话，是要为新城补一些基建什么的节奏的话，是要花一笔钱的，所以考虑大亨暂时先不出啊，省一点钱。最后这个葡萄也买了吧。下一回合，这个大科我们就直接烧了啊。海军传统其实还不错啊，天文学工程术。这个我烧大科的时候基本上是不怎么卡它的哈，就是有了我就烧啊。这其实是不对的，打的细的话应该就是看一下你想让它解锁什么，要烧一些关键的东西啊。这个上来就烧，其实这个操作是不正确的啊。我烧了个什么呀？烧了个这个天文导航好像没啥用。烧的是天文学啊，天文学也没啥用啊。工程术，工程术还是不错的啊。投石机咱不造啊，工程术还是不错的。
海军传统我记得也不好做啊，4段帆船。但是轻快帆船，如果我们要走这个商贡的话，肯定是要出的啊，因为我们的特色单位啊也是轻快帆船的上尉替代品啊，马可波罗。赫尔波同对于这个伟人的改动也比较大啊，所以要看一看啊。这个马可波罗其实还是挺好的，但我们差的比较多啊，我们能拿到这个就不错了。看看有没有什么比较重要的啊，大弓大科，哎呦，这圣地大科我就不要了吧，实在是没有用。这个棒子绕一圈就准备回来了，等一等嘛，回一些血再去啊。我们往外探一下路。这一期争取打到100T 吧，但有点目标有点高啊，因为后面就是要考虑的事情就更多了，要节奏会更慢一些。哎呀，这大科没的，大伟人没的，跟下雨一样啊！大作家，我们能拿一个就行，拿一个做任务。教育的目的，输最主要还是卖钱。其实现在，好啊，这一波移民我们就算补完了，然后之后就可以换卡了。然后首都我看看还有几 T 啊？还有3T。但是这个工具铺跟同档的这个水车相比差的有点多啊，所以风车我不想造这个啊。我们补大学，对，教育刚好完啊，刚好补大学。呀，意外的节奏很好，我们把这个建造走了啊，主要为了走建造，为了解这个风车啊，这个风车比这个工具铺好多了啊。不造这个没法造下一集啊，摩亨抓罗。摩亨大罗跟我们的契合度还是很高的啊，主要是我们后面的分成基本都做无水啊，所以它跟我们的契合度很高。4点使者，后面的这2个科邦我们肯定是要10个使者都塞进去的啊。现在这4点一会儿过时代了，我们就是塞到朱达罗里，这个时代超分了已经。然后你追我倒是追的挺勤啊，你又追不上，是不是？你就死命追我干什么呢？看有没有什么东西要买啊？主要是1分还没起来，这大学肯定得自己锤啊，这也不能买。纪念碑现在买就没啥用了。哎，我可以补2个战车啊。战车我们应该不会锤的，可以买一下。一是去清一清蛮子啊，这边我记得是有蛮子的。买一个战车啊，买个战车。2是做一下雇佣兵的这个鼓舞啊，我刚才就想说，没等说呢，做完了。3是后面我们是有骑士的任务的啊，以及坦克的任务，都是重型的这个骑兵啊，都是战车，所以战车一个不够啊。我们后面还有什么3支军队啊什么的这些啊，都是单位还得补一批啊。我们基本上所有的这种单位都是狗号，有4条还是5条？有一些非常成。这里跟我没有关系啊，换一下卡。经验可以上了，这个侦察兵已经不用再升级了啊。然后，商人联盟，这个换仓库吧，仓库或者是农奴制啊。农奴制吧，要做新城嘛啊，反正能加一点次数是一点。大学，这个城我觉得应该再给他，这个我就往上做了哈，再给他买一个建造者。这个城得再改良一下啊，这个地块不够肥，感觉上去的有点急了啊。万一上面都是蛮子，我这是要狗带的意思。等过时代我们再踩吧。然后先把工会走了啊，然后把这点总督点拿到，然后我们转而走商贡。商贡可不可以不走？
我看啊，点后面的有没有他啥事儿？我没有啊，防御战术这一条甚至都可以不走。商贡，看看这几张卡啊。海边和湖边的城市，商业区加4生产力，这还是挺厉害的。哦，这张卡殖民地办事处这张卡，这张卡很适合我们这一盘啊。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基本上除了之后大金的这个城以外，都跟我们不在一个大陆上，我们这个是3大陆交界的地方啊，所以这张卡还是不错的。那我们还是要走商贡。大金能抢到了吗？走这么多题，哟，哥，别，别介，你来干什么呀？你这把我大弓踩出去了，我这大金就没了。别介，赶紧滚！哎呀，我觉得我买晚了，我应该再早一题买的。铁后面就不值钱了啊，趁现在能卖赶紧卖，后面就卖不出去了，没人要。烂大街，呵，别过了，我求你了，哥。别，走了，我先没过来，哎，还行啊。哎，被蛮子挡这种节奏是非常讨厌的一件事啊，非常讨厌。这边没有房子了。我航海术还没走啊，不然没有房子了。齐秦给这个城，给公州也行，给上面这座城也可以啊。上面的这个城雨林也很多啊，所以哪个城造都行。先把这个开了吧，把这个李子开了，还没有过时代啊。这个往这边走吧。把这边的蛮子清一清啊，这样一会儿我们做成不影响节奏。哎呦，这拿不到，或者拿到就被踩回来也可以啊，问题不大。79T，吓死我了！摩托普提斯，我都不敢看啊。虽说吧，这个大金有没有对我们的影响也就那么回事儿吧，有影响吗？有影响，但是还是在可接受范围内。因为本来赫尔布同的大金就不好抢，这盘也不知道咋的了。然后这里走完了以后，我们只走上线啊，奔着这个西印度交易所去啊，因为我们为了要更多的总督点，总督点不够很难受的啊。这里我们有没有什么奇观要锤啊？首都要不要补一个远古奇观？我想一想，哎，先把风车补了吧，啥也别说了，先把风车补了啊！这儿又来一个，赶紧回来！因为我只有远古加成那张卡，这算了吧，不挂了。那也没啥可换的啊。黄金，我个人的想法呢，雄伟壮丽也行，但是如果走了雄伟壮丽，我现在你看掉到66瓶了，我这个时间点的瓶子可能不太好补。这个时间点的瓶子一般来说靠出个高将连加成的剧院，再就是靠一些改良商路。再就是这个着力点了，这个呢让我们的文化不至于落后啊，咱也不说领先吧，咱不至于落后。没有一座城市没拥有一次特殊性的加尔文化值，但是呢，选这个雄伟壮丽呢，就是让我们铺城的节奏更好啊，因为我们这个移民现在只能一步一步挪啊，这走的太慢了，这一步一步挪得挪到啥时候才能把这4城做下？
就是如果说是单纯为了这个4城的铺城节奏的话，倒不是为了买这个建造者便宜那点钱啊，我觉得这个倒不是很重要。这么一想，还是应该百花齐放，就没有那么好。阿基米德，中世纪科技，中世纪科技尤里卡我们都做完了，没有一个要的。尤里卡提供的科技值额外加1%，好像有点少啊。哎呦，他还差20，我们存一下，我们先放弃掉。我后面我记得这个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大工程师啊，我们奇观大工什么的。哎，他直接就拿了啊，今儿加美式，因为我们放弃了以后是会给，哎呦，这也一般，是会给这个后面的人一些这个点数的加成的啊。然后你看这个点数一下子从120就变到240了，还有7T 也行吧，城墙总比那个啥有点用。神学啊，神学也行啊。为什么觉得拿神学不亏呢？是因为这样我们大剧院就不会烧神学了，是吧？这么一想，是不是也还可以？120块钱，120块钱倒是有点差。哎呦，你真是，你就踩在这儿了，整不上了呀。风车，大学，下一题就能做了，我们看一眼。哎呦，悬呢！哎呀，我们还要1T、2T 啊，它3T 建成我们就能抢得到哈，它如果2T 就建成了，我们就亏了啊。看一下城邦任务：商业中心、石弩、大邑、圣地、追猎、海军，2个王权比较难受，4个王权比较难受，4个王权。哎呦，王权只能靠烧啊，我们自己是不可能做到的，做不了，没有宗教，传不了。布鲁塞尔必须得抢回来啊！这是哪儿的？可能是他的。布鲁塞尔必须要抢回来。我不相信星座。圣地跑完了，应该是有一些艺术品的。有一些艺术品，我们先把金属制造给跑了，还是把机械给跑了？否则的话，这一梯应该是跑不完的。你可以看到它需要的科技值啊，我们现在是450分之181啊，我们这才多少呀？新城落地2件事啊，一是买公关，2是买纪念碑啊。那小伙伴就说了啊，小米，你不说之前不说纪念碑这个时候买加成不大了吗？对于整体来说加成不大了，但是对于新城来说，它可以提高这个初始的文化，可以加速扩地啊，还是省钱的啊，就不是钱比较富裕的时候最好还是买了。然后把这个总督派一下，老马就去大邱了。然后梁去公州吧，公州要补的器官也不少啊，梁去那儿也不错啊。这个城其实要补的器官也不少。然后我们去量一下啊，这个城可能往这儿做了，一会儿我们最好能跟那个罗马签一手文盟。我们存一下，万一抢不到的话就读回来啊。这咱谁也不知道啊，这个模组没有原来的那个显示的那么明确啊。哎，那个关键是这个剑士不在了啊，110啊，哎呦，没吃到溢出啊，亏了，没吃到溢出，亏了啊，亏了几十锤。
然后下一题我们再烧啊，就能完成。只要他下一题别完成，我就可以拿到，否则我就拿不到。他直接送一个工人还是挺香的。我们把这个边开了，可以接受吧？应该给现金。卖15块钱赚，12也不错。往前探一探，这里这边有敌人啊，我们要去看一眼。哦，这里可以改这个了啊，这个渔场啊，是我觉得，这个模组里改的一个比较挺好的一个东西啊。相比于我们原来只能在这个有海洋资源的地方造渔船啊，现在我们没有海洋资源的地方也可以制造渔场。它虽然加成不是很高，但是它加食物啊，它没有渔船的加成高，但是还加住房，所以也还行。就是引在一起了，变成了大玉米了，加一粮应该是。主要是加住房，这城不是有点缺房子吗？这边的这边肯定是有个寨子，这都看见了。这边寨子不知道在，看一眼啊，伟人。哎，他最好能给我拿走啊，但我估计他是赚了个项目，没赚项目不应该有这么高。这个地儿锁的就很不值啊，对啊，锁在学院里多好呀。这边是锁了工业，人口还是要经常关注一下。这儿还勉强吧，有一锤，不卖。铁现在还能卖上点价啊，等后面卖不上价的时候，他们来给你买铁，就全都赶紧卖。81T。等我们把城铺开了，应该能跟这个罗马这个仙人友拉一个文盟，就可以做城了。最先或每个人都应该让。工会这2张卡用不上，然后再走一期天文导航啊，就走一个小的，再走一个长的啊，这都是大神们教的技巧啊。齐聚了啊，总部齐聚了。5块钱。好，然后，这2个都属于2级，一个工作坊肯定是加成更高的哈，手工工厂它是对于这个奢侈和加成资源啊，我们首都其实之后这奢侈可能都要做掉，加成也没剩啥，首都的地块基本上都会不剩啥啊。这个给那些资源多的城可能还行，但工作坊它是比较直接的啊。它还能加这个建筑奇观，建筑的时候加这个生产速度，工作坊肯定更好。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边有一个尤里卡需要一个手工工厂，但这个还没有那么急啊，可以让1分再去考虑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先以锤子为重啊，我们先补这个，我们还是先补港口吧啊。先补港口的好处在于可以再整一个商路。哎，你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这个荷尔不同里是内置了一个模组，叫做这个手动啊，自动使用溢出锤的啊。哎，这个模组我觉得非常的神啊！这个模组你可以在这儿通过点啊来选择是手动还是自动 ，A 代表自动啊。哎，你可以看到刚才我们溢出了86锤，就全都到这个港口里了。然后这个模组呢还能做到一个什么事儿呢？啊，就是你看你这86溢到这儿了吧？哎，我换一个东西锤啊，比如说我再锤这个工作坊。这86锤记录在了这里啊，所以以后我们只要再有一个小小的溢出，比如说再溢出个5锤啊，我再一点这个港口，这个港口能直接完成啊，能直接完成。我当时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傻了，太 bug 了，我觉得这简直是逆天级的模组，我觉得服了，太逆天了，这简直啊！我们连到大邱啊。老马换地儿了，我们得换地儿，商路换地儿，
太逆天了，简直夫夫子啊！政策没什么可还。哎，这边啊，这边这个棒子就会影响我铺城的。这里其实可以考虑建行业的啊，琥珀我记得还不错的。我们的这个行业跟原版是不一样的，琥珀应该算是不同类别的建的加成的不一样啊。琥珀是首饰类啊，这个可以加文化的，琥珀还不错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李子啊，李子也不错。那我看看琥珀的公司是什么？首饰类的公司是什么？加20%的旅游业绩。饮品类是加这个啊，后面再加25%的每人点数，这两个都是可以。李子是可以开公司的哈，这个琥珀的话就那啥就得了。哎，大金他没出来啊，得嘞，那就是我的了。得嘞，40个世纪从这些不看了啊，为了节省时间啊。好嘞，漂亮。这边应该是有溢出锤的啊，你溢到学院去就更好了。没溢出多少，刚好这个城能改良的东西比较多啊，我们都改一改。哎，大哥，完了，我扎营扎的时间有点久了。哎呦，这玩意儿打不过呀！哎呦，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呀，出事儿了啊！我们走上线啊，但这儿应该也是有一个溢出勤的，有溢出勤我们可以溢到，但是不行啊，这个探索这个更急啊，所以溢出勤就不管了。好，下一回合。又发现了一个这儿，刚才也不知道是应该是抢了玛雅的吧，呵呵，抢了玛雅的大金，嘿嘿，有大功就是这么无耻。哎，还行啊，我们驻扎的话还可以啊，按照星星还行，不至于说是完全打不过，还可以。棒子回来准备升级啊，椅子开了。哎呀，哪里又刷了一个？这里，直奔着就去了。哎，我们的工人没有雄伟壮丽走的太慢了，走的这叫一个慢。怎一个慢字了得！好，我们卡应该是没换的啊，可以坐地。6次工人哈，舒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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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纪念碑和训练营配一总督啊，这标配。光州来。然后造书院，这个地块比较一般啊，我觉得一把这个香蕉就拔了，然后可能我要开这个蜂堂，军帮，我们可以控一下那个谁了啊，控一下。魔方朱达罗，这样我们这个住房就又起来一些。城墙姐还有一个 AI 应该。城墙姐，哎呦，你们打，你们打，你们打啊！别管我，我不重要，你们打。这个就没有溢出了啊，没有什么溢出了，就直接这么走了。
下一回合83T 啊，100T 应该达到。100T 这个目标定的有点多了啊。有啥没了？汉尼拔。没用的我们都给他搞掉，否则容易稀释掉有用的信息。哎呦，这个别来我这儿劫掠啊！防御优于劫掠就不行了啊！你溜达我可以让你溜达，看看有没有一说能不能这把港口秒了。3锤，好气啊！就差1锤啊！马丘其实可以锤啊，我看一下。马丘还真没有人在锤啊，我们可以换一下卡了，农奴这张卡可以下了，换上强迫劳役啊，我们补一下古典的奇观。一个可以补的就是马丘，后面我们把港口补出来后再补一个巨象，这里可以再补个巨象。马丘为什么觉得可以锤呢？主要是所有的靠山区域可以加215，还是挺不错的啊。我们还是有很多区域靠山的啊，我觉得可以出一下啊。城墙姐这很好出呀。然后首都看一下余粮啊，一般其实可以再给它补一个水渠的建筑，这3个啊，分别是加食物、金币、加科技和加文化啊。文化这个加的比较少，但我个人觉得文化的这个最实用啊。科技这个要采石场和矿山，采石场矿山多的城选它还可以啊。这个果园这个直接加粮食，但是是种植园和农场。我这首都就人多，别的都不打多啊，我们就搞一场好了。103秦啊，还可以。6T 啊，不错。6T 不错，1人口先不急。有点卡啊！别走，小哥别走。就是，我另外一个移民呢，在这儿啊。这个移民坐这儿，因为这边肯定是有寨子的啊。我觉得这个移民坐过去可不一定能做成。这移民去做这儿啊，因为这里的有在这儿呢，在这儿，这儿肯定有个寨子啊，铁有。有人要买我的铁。离这个寨子远一点。种植园，到后面我这里是要盖掉的啊，但是这个种植园能帮我们前期提供一些粮食。4金币，直接移掉应该会涨人口的。然后直接这边都买了啊，这2个分别这么上还可以。50卖，继续驻防。哎呀，完了，这直接就被砍回来了，不给面儿啊！不给面儿啊！来回合，不给太便宜，外头点尽量都卖给瑞典。友好部落村庄，看他往哪儿走了。哎呦，还行，不至于死啊。然而，作为一个雇佣兵，只要他俩别一直打我，就不至于死。
104伏币，伏币还差一点点。海军传统。感觉没什么更好的卡可以挂啊。哎，先声夺人，先发制人，往这儿走。被撵回来了啊！但我们不气馁，我们继续出发。他的确没啥用啊。往上走。这鲁尔还得好一阵儿，我们可以先把它改了，包括这个运河，都可以先吃一波，先吃一波钱。用一次工人次数换10几回合金，我觉得还是挺赚。追不上了啊！追不上了。我直接升这个披甲啊，不升这个剑士了。哎呦，这我真不想要，但这差的有点多，我放弃了他也拿不到。哎呦，真难受。哎呀，我不要啊，我不要，拿不到啊。他还有3T。有点亏啊，但是我实在是不想要，实在委实不想要啊，太强求。看一眼马丘，马丘还没有人锤啊，那我有点想着急先把港口出了。把这港口出了，然后剩下的锤都溢到马丘上，应该也能少一替啊，应该可以。那这港口出了，我就可以买一个灯塔，进而再买一个商路啊，来帮我们小城，因为这个老马马上就到了，帮我们小城来提粮食。主要就是光州啊，大邱也是。下回合。哦，招了啊，没需要那么久，但是好像招了俩。大作啊，大作下次环球剧院。哦，双手，哇，活了下来，竟然活了下来！克服万对战争来讲，我竟然活了下来。横翻应该是别人抢了，哎，这个很不错啊，别人拿了大颗以后，我们大图给烧了。横翻很不错啊，然后我们继续走马球。哎，你看4T 啊，你看这个溢出锤，这个溢出锤强不强？我就问问，太强了，我觉得啊，这边起个12，回血大哥，大哥你跟我开玩笑呢？圣地大哥后面接回血，刚才是谁拿的？阿兹特克，这有毒吧？我连放俩，下一个是伽利略还不错。这大弓我就要了。毕生其实挺好的，毕生比刚才那城墙的强，但毕生我们还有希望。3个使者了，可以考虑一下了啊。首先呢，这些没有使者的城邦可以塞一个，因为这样首都加成是很高的。其次可以去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想控的啊。这2个科邦就等后面了，然后文邦就控这俩可以了。这个城邦我还挺想控的，可以给我们内伤加1粮加1锤，还行。还可以。仰光我觉得可以控一下，
阳光控一下吧。哦，这儿也有一个。那我们还是先吃这个。这个城我也很想让他把港口补出来，但港口补之前先补工业吧。补工业。那我有2个港口的这个任务着急做啊，不行，得补港口。港口。溢出水没溢到港口上，溢到那啥上。哦，那看来在这边了，不在这里。哦，这是哪一个？哦，这是李冰是吧？我看看之前的村子呢，去捡。再卖。哎，全都跟我非常友好啊！罗马应该眼瞅也可以。国外的特产我们也都买一买。哎呦呦呦，忘改了。给城墙，给城墙最好给一些新城。这刚才我看有个寨子的，被清了还不错啊。给这个新城防御一手寨子不错。这边开了2个了，第3个就不开了。我们再开一些伐木场，看一下这个城，锁一下锤子啊。这个地格太差，这也有点差。哎，就勉强，很勉强。这城锤子还是太低啊，得补一个工业。哦，还得出2个轻快帆船呢。哎呦，轻快帆船没解锁。轻快帆船，轻快帆船在，我记得是龟船啊，龟船在哪？哦，制图解锁啊，这有点儿。我们把这个海军的卡挂上啊。海军单位加速50%，把这张卡挂上。然后应该是蒋帆船升进来的，我们应该是升就买就做。哟，没有蒋帆船了，现在叫方帆船。这应该是改过啊，方帆船是什么呀？三轨方帆船是蒋帆船升级的那个吗？是啊，然后再升级为轻快帆船，是它。看一下啊，方帆船2T， 2T， 那我这个啥就做不了了。但是这个东西后面可以生成装甲舰的啊，轻快帆船的下一级就是装甲舰。哎呦，2T 有点久呀，我这卡挂的对吗？100%的那张卡没了，50%，你挂没挂错？海军单位没挂错，2T。哎呦，紫禁城有人开锤了，倒是真没有人锤马球。我这个1T， 对吗？1T 是可以接受的啊，1T 就行，1T 可以锤，1T 锤子，哎好，再卖。刚才好像有个商路到期了，哎好，
哎呦，我能打个90T 就不错了，还能打到100T 啊！我们以90T 为目标吧，100T 太难了，不是手速流选手。我想的比我慢啊，想的比我慢。哟，我站这儿了，再见。88T， 第几分呢？这算是？哎呦，太慢了！怎么能这么慢啊？怎么能这么慢？6T 才能造出来，急需要上路啊！刚才哪个上路好了？公州，看看我们现在的上路都是啥？庆州到公州，公州到大邱，公州到大邱，公州到大邱，已经拉过了。我们应该有光州到大邱拉一下，为什么拉公州呢？先有光州拉吧。贸易路线容量应该可以啊，再买一个。不能。哦，因为我这里有平民单位，把这个铜放开了，踢一下锤子。哦，还是不能。那说明我现在只是没有4个同时运行，但是有4个上路啊。再来啊，放帆船1T 啊，可以。然后制图学好了，我们就哎呦，6T 买吗？好贵啊！这俩城做下还要花钱呢，好贵啊！400块，剁手了，大学不剁手了，这个城太慢了。没下去。哦，光州已经拉过来一个了。哎呦，我说的嘛，到大邱啊，到大邱。哦，那这个商路还得给他搞回去啊，把城墙弄了，然后去开铁矿。这怎么上在这么一个格子上？把这格切过来吧。缺钱啊！看能换多少换多少。8回合金。达到90T 啊，达到90T。赶紧把这个城的奢侈再开开。缺钱。把这边的视野开一下啊。好，没问题。这里一会儿把这2个升成轻快帆船啊，就可以了。庆州我也需要那啥，庆州也拉大邱，然后这条上路。哎，罗马可以宣有了，好评。能同盟了吗？我看看现在能，直接跟罗马拉一个文盟。好的，这样一会儿直接就可以做了，没有忠诚度的困扰。哦，增加一条贸易路线，好评。我现在急需贸易路线。哎呦，这也不错。哎呀，这也挺好的。得了，那不能都是我的呀。
龙邦我觉得可以塞一个啊，给首都的加成很大。然后这个城邦我们考虑手，但是不是很多。呦，抱歉，走错路了。做成，钱还行，3连啊，攻，哎呦啊，西巴啊，这手买的是什么玩意儿？我之前的城没有买错的吧？我突然，这已经买的这个市中心建筑能看到不？哇塞，卡死了，哥！快点操作速度啊！这个大商我还是决定要了，因为我们现在很缺商路，商路还是很重要的。这边大邱，对于我们新城的发展啊，商路很重要。这里直接去大邱。是只给了一个容量，没给商人是吧？哎呦，稍微有点那啥呀。再送个商人多好呀！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商路啊，公州、庆州、光州这3个城都有到大邱的了。大邱再连一个出来，大邱连一个到首都，大邱再给买一个啊！因为大邱我们后面有很多奇关要补，压力比较大。这里城邦给一个，巨象是给商人的，我们还是优先马丘吧，优先马丘，然后要补剧院啊，因为后面有2个龙马剧场的任务要做，其实就是在做任务啊。哎呀，又忘了走到这儿。这城坐下啊，不能再手残了。纪念碑、公关、总督，这2个总督对我们来说就只是一个甜头了啊。然后这里先不放这个了。后面再找别的地儿放，说先生这儿，因为这个牛可以改良一下啊，牛改良现在加成还是挺高的。哎呀，这直接就剩200块钱了，就剩200块钱了，真的是有点少呀。好，然后宣友下一回合。有人要铁呀，3块钱卖啊！又有，完了又被围了。那看来这边还有寨子啊，这边还有寨子。这里补一个这个，烦不上。下回合。这个总督大商没了。这个加金币，这倒无所谓啊，这个不是特别重要。但后面有一些大商很好啊，就能给大亨的大商啊，都是很好的。就是拿我们直接造行业的大商啊，都是很好的。这里亡陵墓了，应该是，除了陵墓以外，别的。哎呦，这怎么蓄水池要这么久呀？蓄水池工业还能出吗？出不了了。哎呦，没钱了，没钱了，灯塔买吗？灯塔先不买了。哎呦，但是这边
一个先去宫中，一个去庆州。先把这个城带起来啊！这个城我比较急，烧一个城墙，一会儿这儿再烧一个吧。这下面还有寨子，应该会过来的。哟，马寨这都不强，这像话吗？我都看不过去了。还没看见，在这儿有这些地方寨子。因为有商路啊，所以应该可以锁这个的啊，锁这个也不掉人口啊，也不掉人口的混合数。继续卖啊，是不是换点现金呢？49也没多换多少啊，但是先把这个灯塔买，上路下一回合，然后给这个平壤补上路。哦，还能再买一个，漂亮！还能再买一个，这是李冰是吧？又被打回来了。哎呦，职业被裁30年。可以把这个牛给改了。好，89T 啊，90T，把90T打完，结束本期视频。其实我对于后面的思路分享的已经差不多了，可能还有一些细节啊，需要最后飞天节奏的细节，那就完整的给大家讲了一下和而不同里的一个我自己觉得还凑合、节奏还可以的一个飞天流程。咱没有大神，咱不竞速吧，咱没有大神打得快啊，但是思路应该是没问题的。然后这城能改的地儿就不太多了啊，可以把这个雨林给那啥了，给挖了。哦，这还有一个顾客，回一点血啊。好，没问题，可以做。这是一个山啊，这是一个山。哟，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我们征服的不1万，哎呀，120块钱也还行，你别说，还真也还行啊。我们现在缺钱，把这个牛给改了，2T，我觉得可以等一会儿啊，买了吧，它的扩的进度应该会文化涨的这个进度会加到别的地块去，应该也不会算是白那啥。啊，然后哎呦，该补西路交易所了。哎呦，这儿太久了，不行，必须先把工业出了。基尔瓦竟然有人在吹，紫禁城、基尔瓦、马丘。哎呦，马丘，哦，还是领先一些的啊。哎呦，有没有奇观大公啊？哎，这个啊，无视区再拿一个区域的话，给公州烧一下，把那啥补了。然后科技直奔科学理论啊，科学理论能再给我们加5%的科技，然后就是工业化啊，工业化完了奔化学啊，是这样一个想法。走1T 起码应该机械1T 就能走过去啊，其实里外里没耽误时间啊，再加上我批量生产必须做了呀，所以这样走应该是问题不大的。然后轻快帆船应该是可以升了。哇，这么贵吗？一升150，有点贵啊。那也得升啊，2T 能。
大作家，珠穆朗玛峰。哎呦，就在这儿啊，就在这儿，就在这里。没有浪费人。那这应该是15人口了啊。那来吧。一旦停止探索，就解锁了啊。然后我们转商贡。人口增长，这些我们都没吃到啊。君主制的这些加成，其实我们都没吃到，我们直接就转商贡，然后强征入伍直接就可以下了。还是得上纪律，强迫劳役可以下了吧？我们最后一替了，应该用不上了啊。哎，本土贸易可以，或者是保险柜，8锤和5两5锤相比哪个更好？这个会越来越高的啊，到29级我目前也很需要，但是可以这么刮呀。5瓶5锤的对我们来说加成不太大啊。现在还只有11两，稍微少了一点，后面会很高的。优先粮食还是锤子？这是给小城啊，这个是给已经出商业的区域才加，城市才加，给大城。那用这个来涨粮的话，这个来涨锤啊，小城的锤子就不靠这一点了，这一点还是有点少。哎，这样讲，我看一下马丘啊。他要是下一回合也完成的话，是他先拿啊，不是我先拿。应该不能啊，差挺大一截。哎呦，没那啥，那就先走陵墓啊。我把卡下了，走啥陵墓呀？我把卡下了，那走西农交易所。这里买不起啊，买得起的时候可以买一个浴场。这个城不买浴场，买个果园也不错啊。这城可见几个种植园，果园加的粮食比较多。把这个城做下啊，忠诚度太多用。哎，我不是文盟签了吗？这怎么忠诚度还压不住呢？纪念碑买了，公关就买不起了。纪念碑买了，公关就买不起了。先把书院落下。稳住了啊，这回稳住了。好，平壤去大邱。好，这些小城就起得快了啊。再来一个高产地块。这边都不好拿啊！哎，上面的被人捡了。那我们往那边走走看吧。哎，骑马好了啊，机械一替就可以走，把机械走掉。机械可以加伐木场的锤子，然后手工厂，我一定要把这个城的区域再来一个，把这个工业区补了，我才能有手工工厂啊，这是个问题啊。好的啊，91 T 啊，目前160平，将近130秦，然后6城坐下啊，91 T 6城坐下。好的，那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带来到这里了。这一期主要就是把这个城铺开了，还剩最后2城，我是打算靠这个起关的啊，靠起关来起最后这2城。这个城就是我们最后一个总督阿玛尼回来，这个城的话就是首都的啊。首都之后，这个平克拉可能会去一个分城啊，比如说去公州啊，然后这个换一下啊，否则这个平秦啊掉的比较多一些，或者是伟人点数掉的比较多一些啊。这个平克拉尽量别往
别往新城派啊，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好的，感谢大家收看，如果你喜欢本系列视频，别忘了给我一个3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